你好，欢迎加入我们这次的探讨。今天咱们聊的话题，估计很多正在学外语的朋友都心里咯噔一下，就是说，词汇量好像还行，语法规则也背了不少，可真到了要开口说的时候，嘴巴就像被粘住了一样，心里那个小鼓敲的砰砰响，怕说错，怕发音怪，怕别人笑话，或者干脆怕对方一脸问号，对吧？所以啊，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梳理手头这份关于语言学习心理的材料，搞清楚这种交流时的恐惧感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更关键的，咱们能怎么一步步把它克服掉。这种开口难确实是个普遍的坎儿，不光是刚起步的学习者，很多学了几年甚至证书都拿到手软的人，在需要及时反应、张口就来的对话场景里，也可能会突然冻住。这种感觉啊，其实不单单是自信不足那么简单，它背后牵扯到挺有意思的语言习得和心理机制。好，那我们先来拆解一下，这种让人在交流时卡壳的恐惧到底有哪些根源？材料里梳理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可能也是最抽中大家痛点的，就是害怕被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总担心自己发音不地道，词用错了，语法有硬伤，会被人暗地里笑话，或者觉得你水平不行。这种感觉你是不是也挺熟悉的？这是个核心因素。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嘛，对他人的评价天然就敏感。在语言这种直接暴露思维和能力的活动中，这种敏感性会被放大。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往往会高估别人对我们错误的关注程度。大多数时候，怎么说呢？听者更关注的是理解你的意思，而不是专门给你挑错。的确如此，我们可能内心戏太多了。材料里提到的第二个原因呢，是缺乏真实的交流体验。很多人学语言，可能更多是埋头书本、刷 App 课程，或者跟着视频练。对，这些方式当然有用，但他们缺少了真实对话那种不可预测性、及时反馈和情感互动。是的，所以真到了需要和活生生的人交流时，大脑一下子就处理不过来了。平时记的东西好像也调起不出来了。这种从已知答案的学习模式到未知互动的真实应用的跨越，本身就需要适应和练习。模拟环境提供的安全感和真实对话中那种微妙的压力、语境线索是完全不同的。第三个点也很有意思，就是不自觉地和别人比较。看到别人说的那么溜，或者社交媒体上那些大神的流利展示，再对比自己磕磕绊绊的样子，就很容易泄气了。心想，我果然不行，然后更不敢开口。这种比较心态确实会打击积极性。而且材料还提到了一个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影响更深的心理因素，害怕丢面子。越南语里有个词叫什么嘛这个我们太懂了，怕丢人。对，和我们常说的怕丢人是一个意思。好像当众犯错，尤其是在说话这种事上，就特别让人难堪。是的，感觉特别明显。在一些强调集体和谐或者个人声誉的文化里，公开犯错带来的羞耻感会更强烈。但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语言学习的铁律就是，犯错是进步的燃料，而不是学习的障碍。任何人学第二语言能一步到位，不出任何差错，对吧？不可能。那些看似流利的人背后都堆积了大量的错误里程碑，所以把错误看成学习数据，而不是个人失败的标签，这是心态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把错误看成数据点，这个说法挺新鲜。好的，我们理解了这些恐惧的来源，也知道丢面子这种文化心理的影响。但接下来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害怕的情绪会直接导致我们进步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呢？这就触及到一个核心机制了。当你感到害怕时，人的本能反应就是战斗或逃跑。在语言学习的场景里，战斗就是硬着头皮说，而逃跑呢，
就是回避需要开口的场合。大多数人会选逃跑吧？多数时候是这样。你可能会更倾向于做那些让你感觉安全的事情，多听听力，多读文章，猛背单词，狂做笔记。这些输入很重要，但它们无法替代输出，也就是练习把想法转化成语言并说出来的能力。听起来像是在安全区里打转，但离目标好像越来越远。可以这么理解，这就直接导致了你的口语表达能力以及在真实互动中快速理解并回应的能力得不到锻炼，自然就很难提高。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麻烦的恐惧回避循环。什么说？因为害怕说，所以你避免说；因为避免说，你练习的少，能力没提高，下次遇到类似情况就更害怕，就像个怪圈，自己很难跳出来。这个循环确实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感觉卡住了，越怕越不说，越不说就越没长进，然后更怕。那是不是意味着唯一的出路就是硬着头皮去说，哪怕说的不好？说到实践的重要性，我记得材料里好像提到了一个剑桥大学的研究，挺有意思的。是关于练习频率和效果的对比吗？那个研究？对，就是那个研究追踪了2组语言学习者，一组被鼓励经常开口交流，即使错误百出也无所谓；另一组呢，则更侧重于听、读和做笔记，不太主动发言。3个月下来，结果很能说明问题。结果怎么样？那些敢说的小组，他们的口语反应速度和流利度的提升，竟然是另一组的2倍。2倍，这个发现很有力地印证了用进废退的道理。它直接挑战了那种等我准备更充分、更完美了再说的想法。确实，实践，哪怕是不完美的实践，才是提升的关键驱动力。这对你规划自己的学习方式是不是有点启发？也许可以思考下，怎么在日常学习中有意识地增加说的比例。绝对有启发。明白了恐惧的根源，也看到了不说的后果。那现在就到了最核心的部分，到底该怎么打破这个害怕说、不敢说、说不好、更害怕的魔咒？材料给出的第一步，也是我认为最基础、最需要下功夫的一步，就是从根本上调整心态，接纳犯错是常态。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需要你刻意练习的认知转变。认知转变怎么理解？你要真正从心里说服自己，学语言，尤其是开口说，犯错是必然的，就像学走路一定会摔跤一样，没有人生来就会。就算是语言天赋再高的人，也得经历这个过程。你需要把脑海里那个苛刻的批评声音，从天哪，又说错了，太丢人了，调整为不会一个错误，这是个改进的机会，下次可以试试这么说。把关注点从追求不切实际的零错误，转向追求每次进步一点点。对，这确实是心理建设的第一步。有了这个基础呢，接下来呢？下一步，第2步，就是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犯错成本低的练习环境。如果你觉得直接找母语者或者参加正式的口语角压力太大，完全没必要一步到位。材料建议从一些更安全的方式开始。比如说，有哪些安全的方式？比如自言自语，听起来可能有点傻，但非常有效。你可以描述你正在做的事儿，复述你刚看的内容，或者就某个话题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说。对，可以录下来听听，不需要别人评判，自己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哪个音发的不准，哪个句子不连贯。这个方法好，完全零社交压力。还有呢？还可以加入水平差不多、目标一致的学习小组或者线上社群。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都是战友，都在摸索和犯错，互相更能理解和包容。找到组织的感觉。这种同伴支持 （peer support） 能有效降低焦虑感。找到对的人一起练习，比一个人硬扛效果好得多。
找到革命战友很重要。另外，跟着音频或视频模仿跟读也是个好方法。跟读？对，这不仅仅是练发音，更重要的是模仿语调的起伏、说话的节奏和自然的停顿。很多时候我们说话感觉别扭，不完全是词汇语法问题，也和这种语言的音乐感有关。哦，语言的节奏感。模仿是习得这种感觉的好途径。这些方法听起来都挺实用的，能让人在相对放松的状态下先张开嘴。那下一步呢？仅仅是张嘴说还不够吧？当然不够，这就要引出第3个关键策略了，也是让练习更高效的方法，结合真实的场景去学习和应用，而不是孤立的背单词表、啃语法条。结合场景，能具体说说吗？听起来好像很重要。比如说，你这个阶段的目标是能在餐厅顺利点餐，那你就不应该只是背一背食物单词，而是要聚焦点餐这个场景，去学习和演练这个场景下从头到尾可能会用到的一系列表达。比如说什么？怎么打招呼，怎么要菜单，怎么问某个菜是什么，怎么下单，怎么结账等等，把这些表达串起来，形成一个对话剧本。我明白了，就像演练一个小剧本一样。学问路就演练问路的全过程，学自我介绍就准备好不同场合的自我介绍版本。对，就是这个意思。做这样的好处在于，它帮助你的大脑把语言知识和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当你真的身处那个场景时，大脑更容易被触发，自动调取相关的表达。啊哈，而不是临时在海量的词汇库里搜索拼凑，这能大大提升反应速度，让你感觉更自然，更有掌控感。很多时候我们卡壳，不是真的没话说，而是不知道在那个当下该说什么，或者习惯性的用母语逻辑去套，结果就拧巴了。对，场景化练习就是对症下药。这个方法太好了，感觉一下就清晰了很多。接受错误，创造安全环境，场景化练习，这些方法都到位了，还需要什么来保证效果呢？还需要2个字：坚持。坚持。对，克服语言交流的恐惧，不是听完一次分享，打一次鸡血就能一劳永逸的。它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过程，本质上是在训练你的心理韧性和大脑的语言处理通路。所以材料反复强调，要养成每天都开口说一点的习惯。每天？哪怕每天就5分钟、10分钟？没错，哪怕就这么短时间，关键在于频率和持续性，而不是单词练习的长度。每天一点点的刺激，能让大脑负责语言输出的神经网络保持活跃，逐渐强化。这比攒到周末搞几个小时的突击训练效果要好得多，也更容易坚持下去。细水长流，日拱一卒。我懂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设定小而具体的阶段性目标，是不是也很重要？非常重要。别一开始就想着要和母语者谈笑风生，那个目标太大了。可以给自己定一些非常容易达成的小目标。比如，这周我的目标就是能用3句完整的话介绍我的工作或者爱好，并且能自然地说出来。或者今天我要练习用3种不同的方式在商店里问价格。这样的小目标完成后，会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对吧？正是如此，每一次成功完成小目标，都是在给你积累我能行的证据。这些小小的成功体验会逐渐累积，提升你的自信心。而自信可以说是对抗交流恐惧最有效的武器。当你感觉自己有能力应对某些场景时，焦虑感自然会下降，也就更愿意去尝试更复杂的交流，形成一个积极的正向循环。确实，自信是关键。我们聊了心态、方法、坚持和目标，还有一个因素好像经常被忽略，但材料也特别提到了，那就是外界的反馈。对，反馈的作用不可小觑。你可以设想一下啊，
如果你每次鼓起勇气开口，得到的回应总是皱着眉头，直接打断，或者毫不留情地指出错误，你的感觉会是怎样？我估计会很受打击，下次更不敢说了，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一样。这就是负面反馈可能带来的后果，它会强化你把开口说话和不愉快的体验联系起来，让你更加退缩，甚至打退堂鼓。但反过来，如果听你说话的人能给你一些积极的、鼓励性的反馈，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一句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或者你这里尝试的很好，你会不会感觉好很多？那肯定会啊，感觉自己的努力被看到了，下次还愿意再试试，心里会暖暖的。这背后也有心理学依据。积极的反馈有助于大脑将交流行为与积极的情绪，比如被接纳、被认可联系起来。这种正向的连接能够有效中和甚至抵消掉原有的恐惧感。所以说，无论你是老师、语伴，还是仅仅是和正在学语言的朋友交流，意识到这一点都很重要。重要的不只是纠错，更是要创造一种让人敢于开口、不怕犯错的沟通氛围。完全同意。材料里甚至建议，在提供反馈时，措辞方式上的微妙差别，效果可能天差地别。怎么说？比如，与其直接说你这句说错了，语法不对，不如试试更温和、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像是你这句话的意思我大概明白了，表达的挺清楚的。如果想让它听起来更地道一点，也许可以试试这样说。哦，这种方式既肯定了对方的努力，指出了可以改进的地方，又提供了具体的建议，这样让人更容易接受，也更有动力去调整。是的，这种沟通上的小技巧，有时恰恰是帮助学习者克服心理障碍、保持学习热情的关键。好了，今天我们围绕如何克服语言交流恐惧这个话题，从恐惧的源头挖起，分析了它如何阻碍我们进步，然后重点谈到了克服恐惧的一系列方法，调整心态、创造环境、场景练习、坚持和目标设定，最后还谈到了积极反馈的重要性。信息量还是挺大的。是的，我们梳理了不少角度，简单总结一下，核心观点就是，学外语时害怕开口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几乎是必经阶段。关键在于，我们不能被这种恐惧绑架，停止前进。破局的钥匙在于，第一，从认识上真正接到错误，把它看作学习的一部分；第二，主动创造低压力的练习机会，并坚持下去；第三，多运用场景化学习，提高效率；第四，重视并善用积极反馈的力量。说的没错，归根结底，说错了丢点面子，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为害怕犯错，而永远失去了流利表达的机会。材料里有句话，我觉得特别好：语言学习者可能永远无法彻底消除内心的紧张和恐惧，但他们完全可以学会带着恐惧前行。甚至把它转化成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动力。这是一种非常现实而且强大的心态。那么，听了今天的探讨，不妨结合你自己的学习情况想一想，为了打破那个想说又不敢说的僵局，哪怕只是向前迈出微不足道的一小步，你今天或者这一周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什么样的最小行动呢？比如对着镜子练习一个新学的句子，给一个懂外语的朋友发条语音信息，或者下次点咖啡时尝试用外语说一句。无论多么小，开始行动，改变就可能发生。